俄军第二阶段可能要打3座城市，以歼灭击万乌军的主力军，战场的残酷性恐怕即将要到来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俄乌战争的重点已经从马里乌波尔转到了布查，俄乌战场的主角甚至变成了一场西方与俄罗斯的舆论战。自俄军4月份从基辅、苏梅等乌克兰北部城市撤出，乌克兰方面的心理开始变了。泽连斯基不但再次宣布准备好加入北约，而且还表示无法接受没有胜利的结果。由于俄军短时间内呢也不太可能再度围攻基辅，再加上西方在舆论战方面对俄罗斯的口诛笔伐，乌克兰政府甚至声称未来将会用5-6万军人的死伤来赢得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乌克兰已经在准备与俄罗斯军队进行第2阶段的作战，甚至呢是一场决战。那么这个决战很可能是一场比马里乌波尔更加惨烈的交手。俄军想要在谈判桌上获得满意的结果，起码要实现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目前整个乌克兰北部战线不再存在，俄罗斯宣布第1阶段的目标基本达成，开始实施第2阶段的作战。那么第2阶段的作战，俄军的目标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要将乌东除马里乌波尔之外的乌军精锐，包括大约7万人的乌军生力军歼灭。马里乌波尔仅仅是俄军打的第1场城市上战，真正残酷的战斗有可能即将到来。一旦俄军结束了马里乌波尔的战事，接下来面对的有可能是3场大战：北顿涅茨克、斯拉维扬斯克和尼古拉耶夫。乌军原来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主力基本都集结在这3座城市之中，而且呢，连接着3座城市的交通线呢一直在运转。这也就意味着乌军的守城部队一直在准备下一阶段的战斗，而且他们的后勤保障在前一段时间内还是基本畅通的。乌克兰军队呢是本土作战，再加上有北约的装备援助，在人数上甚至还有一定的优势。虽然他们现在是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但是包围着7万多乌克兰军队的俄军人数呢，恐怕跟他相当，甚至还比他略少。另外，在作战经验方面呢，乌克兰的单兵作战经验可能比俄军还多，因为这些部署在乌东地区的乌军士兵大多数都有实战的经验，何况呢，他们还拥有一定的制信息权的优势。因为目前的制信息权不完全掌握在俄军手里，西方国家可以为乌军提供大量的情报信息，在这方面乌军并非是完全处于劣势。由于俄罗斯前期的作战后勤保障跟不上，因此大范围的迂回包围分割已经不太可能了。从目前的信息看，乌军的战斗意志呢也没有完全崩溃的迹象，接下来恐怕双方的交手就是一点一点的攻守，而且不大可能是野外的攻坚战。乌军将会收缩在几个堡垒城市等待俄军的到来，与马里乌波尔一样，顿巴斯地区的其他城市大多呢也就是前苏联时期为防备核战争而修建的，市内的很多建筑非常坚固，要采取城市攻坚战或者巷战势必会非常困难。不过俄军未来在乌东地区作战呢也有其优势，那就是它能得到顿巴斯地区武装的支持。顿巴斯武装长期在该地区活动，对地形地貌比较熟悉，对乌军的情报信息的掌握呢相对也要多一点。何况这里距离俄罗斯边境比较近，组织后勤保障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乌军在前期虽然准备的比较充分，但是只要俄军建立了几个牢固的补给线，只要能对这几个城市实现全面的围困，那么乌军的补给呢有可能会被切断。再接下来战场的残酷性就要到来了，俄军将在城市攻坚战中呢接受考验，使用什么样的攻坚武器，特别是打巷战的武器，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俄军是否会把当年打车臣时候所发明的一些特别适合于巷战的武器装备用在这次乌东地区呢？
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此，乌军将有可能是在一天一天的煎熬中度过。如果整个战场集中在乌东地区，那么有利的局势有可能会朝着俄罗斯方向发展。俄军将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方式、武器装备来围歼顿巴斯地区的乌军精锐？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这将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另外呢，俄军是否能够在5月9日胜利日阅兵之前结束战斗？会不会在完成主要作战任务后，把后续的军事作战行动交给乌东地区的亲俄武装，然后呢撤军，使乌克兰战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代理人的战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